人机大家看到都需要一个专业的飞手拿着遥控器控制无人机的飞行，但我们选择了让无人机自己来做决定，让它能够有独立感知、独立去观察环境、独立做决策和控制的能力。AI 算法它能够将无人机的传感器，也就是它的眼睛获取到的周围的环境信息，通过算法的处理，得到周围环境整体的这个3维的建图。随后呢，就根据这个3维建图，无人机就能够知道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自由的穿行，而不会去撞到环境当中的障碍物。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又开发了无人机之间的协同的算法，能够让多架无人机它们互相的认识到对方，能够互相的明白对方的意图，从而能够实现整个无人机队形的控制。比如说地震后的搜索，以及火灾发生情况下的检查、搜救等等，甚至包括在树林这种环境下，我们可以精准的对每一棵树木进行定位，甚至生长状态的评估。10年前，台湾爆发318反服贸运动，阻挡马政府与对岸日趋紧密的两岸政策。民团举办系列活动，在10周年之际，邀请学者就多面向分析反服贸对台湾的影响。其实我们的确有取得了一些成果，然后我们的自由民主得到了保障，尤其是后来对照着香港的发展，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幸好我们挡住了。学者认为，318学运有效阻挡中共因素，避免台湾经济被锁入一中框架。但近年世代分配不均，青年低薪、高房价，执政民进党政府因应不利，加上中共操控的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使青年世代转向民粹。第一个是有关于阶级的问题，第二个是世代的问题，第三个是城乡差距的问题。那这3个呢，事实上中国现在目前都在利用了。我们自己的马奇诺防线要把它建立起来，可另外一个内部的，你如果没有把它建立起来的话，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我们的 war，the war is ongoing。强调抵抗中共入侵，包含国防与健全社会安全防线。台湾劳动与社会政策必须强化，才是有效的自我防守。现场列着胡宗汉、刘姿莹，台湾台报道。请部长上台，部长上台。部长上台报告。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的质询台边传来尖叫声，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被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从质询台架走。立法院卫环委员会要卫福部长薛瑞元针对虐童案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立委不满国民党召委王玉敏才刚辞掉儿福联盟董事，要求撤换主席，利益回避，朝野立委爆发冲突，直到快10点，薛瑞元才能站上备询台开始报告。中央地方相关人员处理的态度的偏差，本部应该负监督不周的责任，应在这里向社会致歉，并承诺将予以改善。而未来属于重大儿虐的这个主管权责，则应该以负责保护服务体系的主管单位为准则。卫福部列出9点检讨，包括未来出养必要性评估应由地方政府办理，强化收出养前安置服务，精进收养前儿童安置的监督机制，重新检视居家托育人员的资格条件，强化社工专业知能及对儿童虐待的敏感度，改善居家托育人员考核，加强宣导幼儿专责医师制度，单一个案涉及不同面向，以单一主责、多方协调方式处理，以及重大虐待事件立即召开防治小组会议，会议结束2周内提报卫福部等。而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关注民众自发在卫福部外追思男童的花束及卡片被移除，对此薛瑞元回应：你们卫福部去把民众所送的花，希望能够告这个凯凯在天之灵的一些慰藉都丢掉了，部长您觉得合理吗？当然不太合理，因为这个是民众表达他的意愿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不应该轻易的就把它移除。对于外界质疑，卫福部回应媒体表示，追思卡片及花束都妥善保存并拍照建档，后续将讨论转交家属。另外，卫福部即日起会在门口设置追思专区，而民众发起联署提案虐童致死者判唯一死刑，已超过2万人联署。相关机关在5月14日前需针对提案做出回应。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黄燕玲，台湾台北报道。看785
身边的同事啊也经常会用，就有一种魔幻走进现实的感觉，就是各种高科技的东西都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个生活中，而且方便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了。通过打造多场景应用，就是让更多的创新的产品有个舞台，有个空间。我们通过路端的智能网联道路的一个设置，通行率可以我们测算下大概能够提升了20%左右。再动脑调整一下。这种产业集聚呢，也加速了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网络的形成，促进了我们企业的更快速的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林健，在外交部工作25年，有着较为丰富的外交经验。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这个平台同大家结识。在这个新的岗位上，我将向我的前辈和同事学习，并同他们一道，共同努力，竭尽所能，及时准确地阐释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和行动。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同大家真诚沟通，良好合作，共同促进中国和世界更好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帮助世界更好的了解、理解新时代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当大家看到这款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很多科幻镜头里的场景都会浮现在大家脑海中，但实际上这个科幻已经走进现实。这款机器人就是我们团队开发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智能关节技术以及 AI 技术。以前的机器人都是靠人肉去编程的，就不同场景，你比如说前面有个不同地形，或者前面有个杯子你要去抓，你的每一行代码都是人敲进去的，很浪费时间和人力。但现在的 AI 大家在做的技术就是，你不需要换模型或者加人力，你只要给它放不同场景，让它在虚拟环境里做训练就好了。所以只需要一些电力、一些 GPU 的算力和 CPU 算力，就可以把它自动训练出来。大家很多希望就是机器人去做一些体力活嘛，端茶倒水啊、洗衣做饭是比较苦的一些事情。然后很多画画或者一些诗词歌赋，大家是比较陶冶情操这件事情嘛。所以目前反而整个 AI 的技术进步，现在可能把画画这个事情先解决了，机器人可以画很好的画，然后也可以写很多的文字啊、文章。但是目前机器人真正去洗衣、端茶倒水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就 AI 每个技术进步，它肯定是先把一些相对容易的活先干了嘛，更困难的活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在做更灵活的手指。然后做更好的机器人的做一些物理操作的一些仿真环境，然后采集更多的一些机器人操作的一些数据，然后做机器人的一些训练。希望在未来1-2年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的去帮助工厂做生产。